最近在小红书上很多帖子都说西雅图东区现在房子越来越多，还有不少人发帖就说西雅图房地产正在崩盘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就是神的人，大家好，我是你的麦克姐，欢迎来到本月的市场报告。那3月份开始上市的房子真的是越来越多哈，我们也是久违的感觉到房子真的是一个接着一个，都快看不过来了。那西雅图是不是真的出现了这种抛售潮呢？房价会不会像传言那样崩盘？那今天市场报告呢，我就带大家看一下3月份的市场数据，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首先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3月西雅图地区的最新数据。从房价看呢，3月 King County 房产成交中位价是 85.9 万美元，同比上涨 1.7%。东区的中位价超过了150万美元，同比上涨 4%。按尺价算呢 ，King County 是552美金，同比微增 0.9%。东区呢是698美金，上涨 4.2%。我们可以看到哈，东区的涨幅略高于西雅图的平均水平。从供需关系看，3月份 King County 新增挂牌房屋是3638套，同比增加了 24%。东区是980套，同比增加了 25.5%。成交量同样有所回升 ，King County 3月成交2649套住宅，同比增加了 13.8%。东区成交695套，同比增长 9%。从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今年的上市数量相对去年确实增加了很多。因为上市数量的增加呢，今年买家的活跃度也有所提高哈，但是卖家的增量还是比买家的增量要多得多。所以在库存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年3月份 King County 的在售房产数量呢，也就是库存数量是4539套，同比增加了接近 50%， 而东区的库存数量也超过了1000套，同比暴增了超过 80%。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开始就说西雅图的抛售潮开始啦，房地产终于要开始崩盘了。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西雅图的抛售潮真的来了吗？要想知道房地产会不会崩盘我们得分别看一下供需两端，了解为什么今年库存会增加这么多。先说供应端吧，今年开春以来呢，我们团队已经接到超过50个卖房的咨询。要知道去年一整年我们也才上市了20-30套房子，有这么多人卖房，我们也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调查，发现今年卖房呢，主要有下面几个原因。首先目前找我们卖房最多的呢，还是投资房房东。很多房东他们在前几年就已经换房了，但是呢，一直就留着前面那一套房子在手里边出租。今年感觉价格也还不错，对未来房价的涨幅呢也不太看好。毕竟年涨 10% 以上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于是呢，就想把房子卖掉，用来做其他的投资，或者呢还自己现在房子的贷款。那还有很多人趁着前几年利率低的时候买了投资房，那这几年房价上升也带动了地税和保险的成本，而这几年租金的增长速度还比较慢，整体的租金回报率反而下降了。于是房东就想着趁着现在卖房。那这种投资房出售以后，如果不再投资回房地产，那对市场来说就是单纯的增加供应，可能呢就会让房价下跌。那除了投资房，另外还有很多想要换房的人。他们中有很多人在过去2年就有换房的打算了，但是一直都没有动手。为什么呢？因为过去2年利率太高了，再加上东区的库存又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房子，所以也一直拖着就没换。那今年春天就完全不一样了，房源一下子多了这么多，大家一看机会来了，终于能找到合适的房子了，就开始行动起来。那大部分人换房呢，还是要从小房子换到更好的房子，所以他们一般呢会先卖再买，确保资金衔接上不会出现问题。所以呢，目前只看到大量的房子上市那这种先卖后买的行为，其实不会引发所谓的房地产崩盘，因为他们卖掉旧房之后呢，还是得买新房，属于市场内的正常置换。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这类客户卖的就是价格相对低的旧房，买的呢是更贵的新房，反而会拉高成交均价，让市场价格看起来更高。那我们再说一下需求端。今年春天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1月份的时候大家都在拼命买房抢房，但2月份买家突然一下子就减少了很多。大环境方面，因为科技行业自去年起就开始陆续裁员，微软、亚马逊的公司都缩减了员工所以很多潜在买家他们的收入预期也受到了影响，想要再等等。而且2月份股票下跌，也让一些买家更加谨慎了。同时呢，美联储3月还是维持利率不降，这也就意味着房贷利率短期内不会明显回落。所以虽然上市房产增加了将近 25%， 但成交数量呢只增加了 10% 左右，导致库存继续增加。那回到开头的问题房源增加会引发西雅图，特别是东区房价崩盘吗？我觉得短期内出现房价暴跌的概率很低。现在市场虽然是有所降温，但远没到崩盘失控的程度。首先，我们从客观的数据看，西雅图和东区的供需依然非常紧俏目前 King County 和东区的库存月数就是 months of supply 只有2个月左右，
而我们一般认为啊，正常的供需平衡水平应该是在4到6个月左右。那从历史数据来看，现在的房产库存数量相当于19年、20年左右的水平，但还没有达到过剩的地步啊。那再加上西雅图地区人口仍在增长，住房需求长期存在支撑，所以说啊，即使挂牌增加，只要库存保持在目前的区间，房价就难以出现断崖式下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哪怕3月份库存大量增加，大西雅图和东区的房价还是微涨了一些。第二呢，就是西雅图的房东资产情况也是比较好的。截止到2024年12月啊，全美房贷拖欠率为3.1%，而西雅图地区的房贷拖欠率呢只有1.2%，在全国范围内属于较低水平。大部分房东啊，在经过前些年房价上涨之后啊，普遍有不少房屋净值，就算房价稍有回调啊，也不至于资不抵债啊，必须卖房。换句话说，西雅图绝大部分地区的房东啊，并没有陷入还不起房贷的困境，市场不存在连环法拍抛售的隐患。第三呢，就是西雅图的买家的质量也很好。根据 Redfin 数据啊，2024年2月，西雅图地区买家的中位数首付金额达到$165,400，同比增加了31%。这些数据反映出啊，西雅图买家其实还是有比较高的收入和首付能力的，财务状况比较稳健。前面我们说到哈，因为年初的裁员、股票库存的问题，很多潜在买家都暂停了买房，但是这些买家需求啊，只是被延迟了，而不是消失了。大家只是想要等就业稳定啊，股票回升、利率下降或者房价下降一点之后呢，再买房而已。总的来说，目前西雅图房市虽然是比前2年降温了，但并不具备崩盘的基础条件。首先，库存水平仍然属于偏低的区间，买卖双方财务状况健康，核心区域呢刚需也算强劲，这些因素啊都在支撑房价的底线。当然，如果你问我库存还会不会继续增加的，我觉得会的，因为目前来看市场的供应量还是大于需求量。但如果你问我房价会不会崩盘，我觉得短期内房价可能会有小幅波动或者是技术性回调，但是啊更可能是维持稳定或者是缓慢上涨，而不会大起大落。那面对现在的市场，不管是买房还是卖房，都需要有策略的行动了。所以 Maggie 姐呢，给不同类型的朋友提一点建议啊。如果你是第一次买房，现在市场上房源选择是比前2年多了，溢价空间也更大了。建议您呢，先取得贷款应批信，锁定可接受的利率区间，然后呢，积极看房挑选。遇到合适的房源呢，可以理性出价，不用像之前那样盲目加价抢房哈。当然，你一定要计算好自己的月供支出，保持月供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毕竟啊，利率短期内可能不会下降，之后的库存增加，房子选择会相对较多。如果遇到非常合适的自住房呢，可以尝试下个 offer 哈。如果你是要换房，先卖后买会相对稳妥。先卖掉目前的房子，可以锁定资金，避免同时背2套房贷的压力，再根据到手的预算呢，从容挑选新房。如果您决定先买后卖，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过渡方案，比如说用过桥贷款或者 HELOC， 确保资金链不会断裂。总之哈，稳健衔接交易，在保证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呢，实现换房是当前市场下更保险的做法。我们之前出过一期换房策略的视频啊，大家可以看看那期内容。最后是对卖家的一点建议，不管你是自住房还是投资房，其实现在上市啊能卖出的价格还是不错的，但是因为卖家比较多，竞争会比较激烈，你需要精心准备才能脱颖而出。上市前的装修、清洁、专业的照片，这些都不能少啊。定价时呢，要参考最近1-2周同类房屋的成交价，千万不要定过高的价格，这样才不会错过上市前2周的这种黄金期。如果您的贷款利率很低哈，持有压力不大，也可以选择继续持有观望。关键是根据自身情况和市场的节奏，制定合理的销售策略。总的来说啊，当前西雅图房市出现库存大量增加，涨势放缓，这是市场回归理性的表现，并非全面崩盘的信号。我们既不要被抛售潮的夸张说法吓到，也不能对房市走势掉以轻心。买卖双方呢，都应该关注数据，慎重考虑，理性看待市场的变化。希望今天的分析呢，帮助大家更清晰的了解西雅图房市的现状。如果您有不同看法或者任何问题呢，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讨论。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请点赞支持并订阅我的频道，获取更多西雅图房产资讯。我是你们Maggie姐，我们下期见。